晚上好，兄弟们，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发型师。电影一开始，我们的女主克莱尔是一位手艺精湛的理发师。一天夜里，店里来了一位外地顾客，克莱尔热情地迎接了上去，递给了顾客一杯掺有药物的酒。在和顾客沟通确认好发型后，克莱尔便开始理发。过程中，两人闲聊了起来。为了避免气氛尴尬，克莱尔从工作谈到生活，不过秉持着职业操守，他绝口不提办卡的事。顾客呢是外地人，跟克莱尔也没有什么交情，便毫无保留地分享起了自己的故事。两人聊了许久，店里的其他人也走光了。伴随着酒杯的衰落，顾客也陷入了昏迷。克莱尔则是熟练地拉上了窗帘，打开柜子，拿出了一把剪刀，在顾客脑门划了一下，将他的头皮活生生地剥了下来。随后带着头皮来到了自己的地下室，在地下室里，各式各样的头发堆积如山，不知他已残害了多少人。原来克莱尔是一个孤独、自卑、敏感、脆弱的人，自幼丧失了父母，自己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唯一陪伴他的只有自己的宠物狗。因此他有个变态的癖好，就是喜欢戴上别人的头皮。他羡慕别人丰富多彩的人生，戴上这些头皮，模仿他人说话的语气，就能短暂地扮演他人，仿佛自己也经历着不一样的生活。可每次清晨醒来，又不得不面对枯燥乏味的现实。一天，克莱尔上班的路上收到了老顾客丽莎发来的消息，说自己过年要结婚了，想让克莱尔为自己设计一个好看的婚礼造型。起初克莱尔并不想接下这个活，让丽莎给他一天考虑的时间。上班前，克莱尔一如既往地来到了一家咖啡店。排队中，克莱尔低头一看，发现靴子上沾有块污渍，咱们不如说是血迹，可这么一小点不足以引人注意。克莱尔硬是想把它擦掉。面对老板的提问，克莱尔也只是随便回应了几句，随后便回到家又换了双靴子。到了晚上，面对丽莎的再三请求下，克莱尔只好答应了。第二天，丽莎便来到了店里，克莱尔设计的发型令丽莎非常满意且喜欢，当即便热情地邀请了克莱尔今晚来自己家做客，并且还给了克莱尔一个拥抱，这让克莱尔受宠若惊。因为自从父母离世后，从未有人与他这般亲近过。到了晚上，去之前，克莱尔特地挑了一瓶红酒。到达丽莎家后，丽莎想让克莱尔看看自己穿婚纱的样子，便上了楼。克莱尔借此时机打量着屋子，一眼便看到了一条紫色的长围巾。戴上之后，对镜子里的自己越看越喜欢，于是干脆直接塞进了自己的包里。这时候，克莱尔听到了丽莎的呼唤，让他过来帮下忙。刚要走进房间时，看到了插在门里的钥匙，帮完忙后便直接拔走了钥匙。下楼后，丽莎和克莱尔分享起了自己的童年经历。原来丽莎和克莱尔有着一样的童年经历，但是呢，克莱尔积极向上，已经放下过去，成功走出来了，并且事业有成，即将步入婚姻殿堂。可这些话却勾起了克莱尔的痛苦回忆，他至今都没能从过去中走出来。当然，在说话的过程中，丽莎也在劝说着克莱尔，她至今都没能从过去中走出来。这时候，丽莎的未婚夫查理回来了，两人亲密的样子让克莱尔觉得自己是个外人，只好找借口离开了。回到车上，克莱尔情绪崩溃，失声痛哭。他没有办法调节自己的情绪，更没有办法走出童年带给他的自卑阴影。他没法与拥有幸福童年的人相比较，但遇到经历相似的人，反而更显渺小和懦弱。当内心极度不平衡，就需要某种东西来调节和发泄。为了平复情绪，克莱尔便来到了即将打烊的咖啡店。咱们不用想，肯定知道要干什么。走进咖啡店后，看到是老顾客克莱尔，老板不好意思拒绝，便折回身帮他做完咖啡再下班。就在老板转身的时候，克莱尔趁机往他的杯子里撒上了药物。看到老板拿起杯子喝下去之后，克莱尔走了出去，便在外面静静等待老板昏迷。昏迷后，克莱尔直接将他拖进了店里，拿起剪刀。同时，丽莎又发来了消息，邀请克莱尔参加自己的派对。然而，就在克莱尔划头皮时，被包里的围巾所吸引。这让克莱尔内心动摇了，显然他也想过上和丽莎一样的生活。等这边回过神后，一看不小心划到了老板的眼睛，剧烈的疼痛使老板清醒过来。慌乱之下，克莱尔发了疯似的拿剪刀拼命刺向老板。处理完尸体后，克莱尔回到了家。
躲在浴缸里听着丽莎劝自己的话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果然到了早晨，可能是受到丽莎所影响，克莱尔直接将地下室的一切用布盖了起来，并将其入口用木板定住了。克莱尔望着地下室入口，深叹一口气，仿佛立志要重新开启自己的人生。为了参加丽莎的派对，克莱尔精心梳妆打扮了一番。来到酒吧时，看到了丽莎正与她的闺蜜拍照喝酒，自己则显得格格不入。丽莎看到后便呼唤克莱尔一起举杯庆祝。碰杯时，酒水洒在了克莱尔的衣服上，可谓酒后吐真言。喝醉后的丽莎向克莱尔倾诉了自己的未婚夫似乎不够爱自己的烦恼。克莱尔只是敷衍地回答了几句后，便找借口去了厕所，不断地擦拭自己的衣服。就在这时候，丽莎的闺蜜走进来了，克莱尔急忙躲进厕所隔间，听到了闺蜜在说自己的坏话，阴阳自己，心里很不是滋味的克莱尔便找理由离开了。但她并没有回家，而是等派对散场后，那个闺蜜出来了，悄悄地跟踪了她。克莱尔潜入闺蜜家中，手持剪刀进入了卧室。就在准备要动手时，看见了闺蜜与家人的合照，一时心软没有动手。过了一天早晨，克莱尔给丽莎发消息，询问到婚礼需不需要自己帮忙。丽莎回答道，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当了。自此之后，克莱尔每天早晨都会翻看丽莎的动态，看到的却都是与婚礼相关的内容，自己仿佛已经从丽莎的生活中消失了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克莱尔为了与丽莎距离更近一些，开始每天早上在远处窥探丽莎晨跑。已经几日没有与丽莎互动的克莱尔，便在一天晚上直接来到了丽莎工作的地方，再一次询问到婚礼需不需要自己帮忙。过度的热情让丽莎感到不适，数落了克莱尔几句后便开车离开了。随着婚礼日期临近，丽莎在动态里分享喜悦，克莱尔心中的落差感越来越大。他开始给丽莎发消息打电话，而接起电话的却是查理。克莱尔这边结结巴巴，对方则是没工夫理会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这通电话彻底点燃了克莱尔心中的怒火，他来到了丽莎家，穿上了她的睡衣，戴上紫色围巾，还没来得及欣赏自己，丽莎和自己的闺蜜就回来了。克莱尔只能跳窗仓皇而逃。回到家后，克莱尔再也抑制不住情绪了，打开地下室开始砸东西。为了发泄，他又寻找起了新的目标，对一个夜归的陌生女人下了手。克莱尔以接电话的理由走进了女人房间，趁对方不注意时，便一剪刀上去割完头皮后，克莱尔一边看电视一边傻乎乎的笑，就这么度过了一晚。很快，丽莎的婚礼如期而至。克莱尔打扮过后，便来到了婚礼现场。丽莎见状，对之前的行为感到十分抱歉，并感谢她能来。接着，克莱尔为丽莎精心打造了发型。之后，众人都去了教堂，准备婚礼仪式，只留下了他们两人。伴随着音乐，婚礼正式开始了。新娘蒙着面纱走向新郎，当新郎掀开面纱时，露出了惊恐的表情，连连后退。原来新娘不是丽莎，而是顶着血淋淋头皮的克莱尔。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此刻的她仿佛才是这场婚礼的主角。她转头看向宾客，宾客们吓得四散奔逃。电影呢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想与执念，可一旦执念过深，就会成为心魔。当我们感到自卑和不平衡时，不应该逃避现实，而要多发掘自身的优点，合理利用这些优势，它们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